死了！主管，求求你开门！不要过来！啊！紧急插播，未知变异病毒正在市区急速蔓延，感染者极度失陷，请广大市民紧闭门窗，绝不要。我花了10个亿买下一座孤岛，用半米厚的特种钢板将整座岛彻底焊死。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但他们不知道10天后生化泄露，丧尸狂潮席卷全球，人间将彻底沦为地狱。我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上下已经被冷汗彻底浸透。我的双手死死抓着胸口的衣服，心脏仿佛还在因为那种极致的恐惧而疯狂痉挛。记忆里，无数张长满獠牙、散发着恶臭的丧尸大脑正疯狂地啃食着我的大脑、内脏和脖梗。而在距离我不到10米的安全高台上，我那个相恋了3年的未婚妻林婉正依偎在富二代周浩的怀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被丧尸活活分尸。陈峰，别怪我狠心，末世里物资这么顾缺，你那点口粮不如省下来留给我和浩哥。你放心去死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付出的。板带娇滴滴却又恶毒到极点的笑声，以及周浩那充满嘲弄的眼神，死死定在我的脑海里。我摇了摇头，眼前的丧尸和废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那间熟悉又逼仄的出租屋。一阵焦急的犬吠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低头一看，一条浑身黄毛、体格健壮的中华田园犬正扒拉着我的床沿，用湿漉漉的舌头疯狂舔舐着我垂下的手背。是大黄，我在末世中唯一没有背叛我，甚至为了保护我被丧尸吃掉的忠犬大黄。我一把揪住大黄的狗脸，狠狠捏了一把。大黄吃痛，委屈的叫了一声，幽怨的看着我。狗会痛，我能感觉到指尖真实的触感，这不是梦，我真的重生了。我颤抖着手摸出枕头底下的手机，点亮屏幕。2035年8月2日上午9点，看着屏幕上的时间，我的瞳孔猛地一缩，心脏狂跳不止。我回到了全球生化病毒泄露、丧尸末世爆发的整整11天前。前世我不顾一切的保护着林婉，把找到的所有食物都留给她，结果却换来她为了讨好富二代，将我一脚踹入狮群的悲惨下场。林婉、周浩，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次，这笔血债我一定会让你们100倍的偿还。眼中爆发出令人胆寒的杀意。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是一个境外的未知号码。我皱了皱眉，按下接听键。请问是陈峰先生吗？我是大洋彼岸罗斯家族的首席遗产律师。您那位从未谋面的远房舅公于昨日离世，他膝下无子。根据遗嘱，您作为唯一的顺位继承人，将继承他名下折合人民币整整10亿元的全部现金遗产。相关手续我们已经通过国际律搜到为您办理完毕，资金预计在1分钟内抵达您的个有账户。10亿，听到这个数字，我并没有狂喜，反而感觉心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紧，无尽的悔恨与滔天的怒火涌上心头。前世我也接到了这个电话，并顺利继承了这笔天降巨款。当时的我天真的以为这是我和未婚妻林婉幸福生活的开始，因为太过信任，我傻傻的将账户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了他去打理。可这毒妇不仅卷走我的钱倒贴富二代周浩，末世爆发后更是一路装可怜吸我的血。我像个傻瓜一样拼死保护他，直到来到周浩用我的钱建的避难所前，他竟冷笑着一脚把我踹进了丧尸群。陈先生，您还在听吗？资金已经汇出。律师的声音将我从前世痛苦的回忆中拉回现实。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我点开一看，是一条银行的到账通知。看着那一长串没有尽头的零，我深吸了一口气，原本因为即将到来的末世而产生的一丝焦虑瞬间烟消云散。有了这10亿，我还怕什么末世？我立刻从床上跳下来，大脑开始飞速运转。前世我之所以死得那么惨，就是因为我愚蠢的选择留在人口密集的内陆城市避难。末世一旦爆发，城市瞬间就会变成几千万丧尸的狩猎场，哪怕你囤再多物资，也会被无穷无尽的尸潮和暴徒淹没。但重活一世，我掌握着一个致命的信息差，那些丧尸根本不会游泳，他们极其畏惧深水，必须买下一座远离大陆的私人海岛。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中介的。我是陈峰，我要买岛，要求只有一个，远离内陆，拥有独立淡水资源，最好带地下防空洞。钱不是问题，但我今天就要拿到绝对的控制权。中介原本还以为我在恶作剧，直到我直接往他公司账户里打了1000万，诚意金。对面的态度瞬间变成了跪舔。不到2个小时，中介就发来了一份绝密档案。陈先生，东海公海边缘有一座名为蓝月岛的私人岛屿，面积3片然淡水湖，而且前任岛主是个冷战狂热粉，在岛屿内部挖了一个极深的地下防空洞。不过对方要价极高，全款需要5亿，高出6亿，1个小时内签合同过户，这6个亿就是他的。这个即将沦为废土的世界，钞票在11天后连擦屁股都嫌硬，用一堆即将变成废纸的数字换取一座生命孤岛，简直是血赚。下午2点，我带着大黄乘坐中介安排的私人直升机，稳稳降落在了蓝月岛的停机坪上。迎着咸腥的海风，我俯瞰着这座四面环海、崖壁陡峭的岛屿，满意地点了点头。天然的地理隔离，足以挡住初期99%的丧尸和暴徒。岛上原本还有20多个负责维护别墅和草坪的安保与服务人员。我走下飞机，直接将所有人召集到广场上。从现在起，这座岛归我了，你们被解雇了。
每个人去财务那里领3倍的遣散费，限你们1个小时内乘坐渡轮彻底离开这座岛屿。这座岛上除了大黄，我绝不允许有任何一个潜在的隐患存在。赶走所有人后，我立刻拨通了国内最顶尖的重工基建集团的电话。负责人，我账户里有2亿现金，必须按我的方案。我要你们出动最精锐的工程队，用半米厚的特种钢板把我的海岛外围全部焊死，再给我拉满10万伏的高压电网。陈老板，这工作量太大，起码要半年。我给你2倍的价钱，再加5000万的奖金，5天之内干不完，1分钱都别想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基建集团的负责人当场立下军令状。挂断电话，我走到别墅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拿出一张白纸，开始疯狂地书写物资清单：2万吨特级大米，5万吨冷鲜肉，10台工业级海水淡化设备，足够用50年的柴油发电机子。当然，还有在末世中唯一能保证真理的东西——军火。我转过头看了一眼墙上的电子日历，倒计时10天零14个小时。明晚，周浩，好好享受你们人生中最后几天的安稳日子。我摸着大黄毛茸茸的脑袋，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至极的弧度。等末世降临，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末世倒计时的逼迫下，10个亿的现金足以让整个基建狂魔帝国为我疯狂运转。仅仅过了不到4个小时，整整30艘满载着重型机械和顶级特种钢板的巨型货轮，浩浩荡荡地包围了蓝月岛。上千名戴着安全帽的精锐工人如弓一般涌上海岛，震耳欲聋的打桩声和电焊的火花瞬间点燃了这座孤岛的宁静。听好了，我不要什么美观，我只要绝对的坚固。沿着岛屿4周的悬崖边缘，给我焊死一圈高达10米、厚度半米的特种钢板城墙，墙头拉满10万伏的高压电网。连一只变异的海鸟都不能让它飞。在金钱的疯狂鞭策下，这座原本风景秀丽的度假海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一只长满钢铁倒刺的深海巨兽。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我坐在别墅的沙发上，双手挤在平板电脑上疯狂操作，10亿现金就像流水一样被我花掉。喂，全国最大冷链供应商吗？我要5万吨顶级冷鲜肉和1万吨深海海鲜，直接包下你们所有的货轮，运到东海蓝月岛。3汇集团吗？你们的午餐肉素食我全包了，买空。订购20台工业级海水淡下设备，再加足够岛屿运转50年的柴油储量。接下来的几天里，蓝月岛的私人码头几乎被压塌，数不清的物资像山一样堆积在码头上，再由岛上的机械臂源源不断地运入那座深达地下50米、面积堪比3个足球场的巨型防空洞里。除了冷库里堆积如山的顶级和牛、海鲜，以及足够吃上百年的米面粮油外，末世中变幻莫测的极端天气和漫长的避难期同样致命。所以我根本没手软，直接豪掷重金包下了3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的全部库存，几万件能抵御极寒的顶级始祖鸟冲锋衣，几千双特种战术靴，以及足够我穿几辈子的纯棉抗菌内衣裤，被分门别类的塞满了整整2层地下仓库。末世，当外面的人为了抢一件破棉袄大打出手时，我这里连换季衣服都不带重样。不仅如此，前世在末世苟活的经验告诉我，比饥饿更可怕的是长期幽闭环境下的精神崩溃。为了在这座钢铁堡垒里过得比神仙还舒坦，我不仅买下了最高规格的离线服务器，还干脆清空了全市最大的电玩城和图书批发市场。最新款的 PS、Switch 主机，10台顶配的液冷外星人电脑主机，几千张绝版单机游戏光盘，外加足几百 TB 的硬盘，里面装满高分电影、动漫和单机神作。甚至我还专门打造了一个恒温图书馆，里面塞满了上万册的实体网络小说、精装漫画和杂志。看着这个被我武装到牙齿、娱乐设施堪比顶级会所的豪华娱乐室，我满意的伸了个懒腰。在别人为了半块发霉的面包和丧尸拼命的时候，我不仅要吃牛排喝红酒，还要在这绝对安全的乌龟壳里打着游戏，看着小说，当一个舒舒服服的末日土皇帝。就在末世倒计时还剩5天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当时我正亲自搬起一箱重达50斤的 M9及澳洲和牛，准备放入地下。突然，我的大脑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紧接着一种奇妙的失重感席卷全身。等我回过神来，我惊骇地发现，我手里的那箱和牛竟然凭空消失了。怎么回事？我猛地闭上眼睛，意念微微一动，下一秒，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一个散发着微光的正方体空间，而那箱和牛正安安静静地悬浮在空间的中央。空间异能，我狂喜出声。前世在末世摸爬滚打，我听说过极少数幸存者在生死关头会觉醒异能，但我没想到重活一世，末世还没爆发，我竟然提前觉醒了传说中最罕见的空间异能。但我的狂喜仅仅维持了不到3秒钟，因为我悲催地发现这个空间小得可怜，长宽高都只有1米，1立方米，这算什么金手指？这点空间连1/10的物资都装不下。老天爷这是在玩我呢！我暗骂了一声，但很快，我那高达150的智商就让我冷静了下来。既然空间只有1立方米，那就绝对不能用来装那些占地方的吃喝拉撒用品，粮食和水，有着坚不可摧的地下防空洞堡垒就足够了。这1立方米绝对安全，随取随用的空间必须用来装末世里最致命、最关键的底牌。我立刻通过暗网联系了东南亚最大的国际军火黑市，钱不是问题，我要最好的货。2天后，一艘没有任何标识的幽灵快艇趁着夜色靠岸，我用整整5000万的现金换来了一批足以打一场小型局部战争的顶级单兵装备。我将防空洞的铁门锁死，意念一动，
将这些大宝贝一件件塞进那一立方体空间。2把巴雷特 M821重型狙击步枪，1把加特林6管重机枪，10箱穿甲弹，50公斤高爆 C4塑胶炸药，上百颗破片手雷，外加满满一整箱抗生素、血清等末世千金难求的特效救命药。看着被塞得严严实实的系统空间，我满意的打了个响指。有了这些，就算林婉和周浩带着军队来，我也能把他们轰成肉。末世倒计时最后3天。陈老板，所有的工程都已经验收完毕，高压电网测试正常，海水电话和发电蒸机运转完美。包工头擦着汗，满脸堆笑的向我汇报。我看着眼前这道高达10米、漆黑冰冷的特种钢铁城墙，仿佛看着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我面无表情的拿出支票本，干得不错，拿着钱立刻带所有人上船离岛。记住，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靠近蓝月岛半步。包工头拿着剧本，千恩万谢的带着工人们登上了渡轮。遣散所有人后，我花了1整天的时间，亲自在岛屿4周的沙滩和暗礁处埋下了密密麻麻的触发实地，并激活了覆盖全岛无死角的红外监控网络。至此，蓝月岛彻底变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钢铁刺猬。夜幕降临，我回到奢华的别墅内，给自己倒了一杯82年的拉菲，然后从冷库里拿出一块新鲜的顶级和牛，用黄油煎得滋滋作响。大黄，开饭了！我将那块5分熟、带着血丝的和牛扔进纯金打造的狗盆里。哇！大黄兴奋地摇着尾巴，大口大口地撕咬着昂贵的牛肉，吃得满嘴流油。吃饱喝足后，他极其通人性地走到别墅的大门前趴下，竖起耳朵，警惕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我端着红酒杯，乘坐电梯来到了10米高的钢铁城墙顶部，狂风呼啸，海浪拍打着坚不可摧的钢铁崖壁。我掏出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在1分1秒跳动着。2035年8月13日19啊！我看着远方内陆城市那片璀璨的霓虹灯，嘴角勾起一抹冰冷且残忍的微笑。3、2、1。轰隆！随着远方大陆传来那声沉闷而恐怖的巨响，整个夜空瞬间被映照成了诡异的暗红色。我坐在别墅顶级真皮沙发上，摇晃着高脚杯里的红酒，随手按下了那台84寸卫星电视的遥控器，屏幕闪烁了几下，跳出了紧急插播的新闻画面。紧急插播：我国东部某大型地下生化实验室发生严重爆炸泄漏事故，一种未知的狂犬系变异病毒正在市区急速蔓延，感染者会出现极度嗜血、丧失理智的症状，请广大市民紧闭门窗，绝不要。电视里那个平时端庄的女主播此刻满脸惊恐，头发凌乱。她的话还没说完，直播间的玻璃墙突然被一张血肉模糊的脸猛地撞碎，后一个眼珠暴突、下巴几乎掉到胸口的保安嘶吼着扑了进来，一口狠狠咬在了女主播的脖子上，鲜血瞬间喷溅在镜头上，伴随着女主播凄厉到极点的惨叫声，直播画面彻底陷入黑暗。我冷漠地切换着频道，曾经繁华的都市已经彻底化作了修罗炼狱，街道上到处都是连环相撞燃烧的汽车，无数绝望的人群在街头狂奔，而他们身后是密密麻麻的丧尸群，那些怪物力大无穷，速度极快，将一个个活人扑倒，疯狂地撕咬着他们的血肉。我轻抿了一口拉菲，切下一块肥美的法式鹅肝送入嘴里。别墅内恒温26度，空气净化器吹着微风，音响里放着舒缓的古典乐。而在我脚边，大黄正抱着一根比他腿还粗的战斧牛排啃得满嘴流油。一海之隔，一边是人间地狱，一边是绝对的极乐乌托邦。就在我享受着这份安宁时，别墅刺耳的防空警报声突然响了起来。我眼神一冷，立刻调出海岛外围的红外监控画面。只见3艘豪华游艇正破开海浪，跌跌撞撞地逃到了蓝月岛的近海区域。游艇的甲板上挤满了衣衫不整的男男女女，显然是从大陆那边连夜逃出来的富豪圈子。当他们看到蓝月岛外围那高达10米、漆黑冰冷的钢铁城墙时，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后爆发出狂喜的欢呼。这里有避难所，快靠过去！游艇迅速靠近了钢铁城墙紧闭的巨型闸门。很快，外面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声嘶力竭的喊话声。里面的人听着，我是万豪集团的董事长王德发，快给我开门！只要让我进去，我给你1个亿，不，10个亿的现金。一个挺着啤酒肚的秃顶男人举着扩音器疯狂叫喊，旁边几个穿着清凉、冻得瑟瑟发抖的外围名媛也跟着哭喊：哥哥，求求你救救我们吧！只要让我进去，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我有很多花样。我看着屏幕，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冷笑。10个亿，在末世，这玩意儿连擦屁股都嫌硬。至于那些名媛，我这岛上囤的顶级充气娃娃都比他们干净。我本不想理会，准备切断外部扩音器，但画面中突然挤出一张让我无比恶心的大胖脸。陈峰，是你小子对不对？我刚才看到城墙上的名字。那胖子指着城墙上的监控探头破口大骂：我是你前公司的主管李胖子，你小子发财了买岛建堡垒，居然不告诉我们，大家都是同事，你不能见死不救，赶紧把门打开，把物资分给大家，不然等救援队来了，我告你谋杀！听到这个声音，我的眼神瞬间降至冰点。前世就是这个李胖子，在末世爆发的第一天，仗着体型优势抢走了我千辛万苦找来的半袋饼干和1瓶矿泉水。更丧心病狂的是，当丧尸冲破公司大门时，他为了自己活命，竟然一脚把我踹开，从里面死死反锁了绝对安全的茶水间大门。如果不是我拼死顺着通风管道爬走，当时就已经沦为那群怪物的口粮了。看来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真以为我这钢铁堡垒是开善堂的。我冷笑一声，意念微微一动，直接沟通了那1立方米的绝对空间。光芒一闪，一把通体漆黑、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巴雷特 M821重型狙击步枪瞬间出现在我手中。我提着这把大杀器，带着大黄，乘坐直达电梯来到了10米高的城墙顶部。海风呼
啸，我如同一尊死神般俯视着下方游艇上那群叫嚣的蝼蚁。陈峰，你终于出来了，快开门啊！李胖子看到我，不仅没有求人的态度，反而颐指气使的大吼。我一句话都没说，直接架起巴雷特，拉动枪栓，十字准心瞬间锁定了王德发那艘主游艇的尾部引擎。砰！震耳欲聋的枪声撕裂了夜空，12.7毫米口径的穿甲弹带着恐怖的动能，贯穿了游艇的装甲，打爆了油箱和引擎。轰！一团巨大的火球在海面上炸开，主游艇的尾部瞬间被炸得粉碎，失去动力的船体剧烈摇晃，甲板上的人惨叫着跌入冰冷的海水中。杀人了！他疯了！名媛们吓得尖叫连连，李胖子更是吓得一屁股瘫坐在甲板上，裤裆瞬间湿了一大片。我端着枪，通过外放广播，声音冷酷，我数3声，不滚，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们的脑袋！快跑，快掉头！剩下的2艘游艇吓破了胆，疯狂打转方向盘准备逃离。但我这一枪的动静太大，丧尸虽然怕深水，但他们对声音和血腥味极其敏感。爆炸声和落水者的鲜血瞬间吸引了周围海域随波逐流的水鬼丧尸。咕噜噜，海面上突然冒出密集的惨白气泡，紧接着几十只浑身泡得发白、眼珠惨绿的丧尸从浅水区和暗礁处疯狂地爬上了那艘失去动力的游艇。不，滚开！救命啊，陈峰！求求你救救我！李胖子绝望地哭喊着，但下一秒，3只丧尸便扑倒了他，硬生生撕开了他的喉咙。惨叫声、咀嚼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在城墙下交织成一首绝望的交响乐。有几只吃红了眼的丧尸顺着游艇的残骸，试图往我这10米高的钢铁城墙上攀爬。然而，当他们那腐烂的爪子刚刚触碰到城墙边缘的瞬间，滋啦！10万伏的高压电网瞬间爆发出刺目的蓝色电弧。那几只丧尸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瞬间被恐怖的电流烤成了几具焦炭，冒着黑烟直挺挺地砸进了海里。但我这一枪的动静太大，丧尸虽然怕深水，但他们对声音和血腥味极其敏感。爆炸声和落水者的鲜血瞬间吸引了周围海域随波逐流的水鬼丧尸。咕噜噜，海面上突然冒出密集的惨白气泡，紧接着几十只浑身泡得发白、眼珠惨绿的丧尸从浅水区和暗礁处疯狂地爬上了那艘失去动力的游艇。不，滚开！救命啊，陈峰！求求你救救我！李胖子绝望地哭喊着，但下一秒，3只丧尸便扑倒了他，硬生生撕开了他的喉咙。惨叫声、咀嚼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在城墙下交织成一首绝望的交响乐。有几只吃红了眼的丧尸顺着游艇的残骸，试图往我这10米高的钢铁城墙上攀爬。然而，当他们那腐烂的爪子刚刚触碰到城墙边缘的瞬间，滋啦！10万伏的高压电网瞬间爆发出刺目的蓝色电弧。那几只丧尸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瞬间被恐怖的电流烤成了几具焦炭，冒着黑烟直挺挺地砸进了海里。绝对防御，坚不可摧！我满意的收起巴雷特，准备转身回别墅睡觉。就在这时，一直乖巧跟在我脚边的大黄突然浑身毛发炸裂，他猛地冲到城墙边缘，对着下方海面某个黑暗的角落发出了极其凶狠的狂吠。汪汪汪汪！我眉头一皱，立刻调转探照灯的强光，顺着大黄吠叫的方向照了过去。在距离海岛不到50米的波涛中，一艘几乎快要散架的破烂快艇正随波逐流。快艇的甲板上趴着一个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女人。当强光打在她那张惨白却依然透着几分楚楚可怜的脸上时，我的瞳孔骤然收缩，一股压抑了整整一世的暴虐杀意瞬间从心底狂涌而出。凌晚，我那贪婪恶毒的绿茶未婚妻，按照灯那惨白而刺目的光柱，死死锁定在几十米外那艘随波逐流的破烂快艇上。峰哥，陈峰，是你吗？求求你救救我！快艇甲板上，凌晚浑身湿透，原本精致的妆容此刻糊成了一团。他紧紧抱着双臂，在刺骨的海风中瑟瑟发抖，抬起头对着城墙上的监控探头哭得梨花带雨。看着这张前世在丧尸群上方对我发出恶毒嘲笑的人，我握着栏杆的手被青筋暴起，嘴角却勾起了一抹极其残忍的弧度。老天爷真是待我不薄，我还没去找他，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峰哥，我知道你在看监控，我是婉儿啊，你最爱的婉儿。凌晚见城墙上没有动静，急得跪在甲板上疯狂磕头，声音里透着令人作呕的虚伪。大陆上全是怪物，周浩那个混蛋为了自己逃命，把我一脚踹下了船。峰哥，我只有你了，我们15年的感情，你不能见死不救啊！15年的感情，我在心里冷笑出声。前世我就是被这15年的感情蒙蔽了双眼，把最后一口水、最后一块面包都留给了他，结果换来的却是被他亲手推入尸群。好啊，既然你这么爱我，那我怎么忍心让你在外面喂丧尸呢？我拿起对讲机，按下了开关，声音伪装出一丝压抑的激动与心疼。婉儿，别怕，我这就放你进来。轰隆隆，随着我按下中控台的按钮，10米高的特种钢铁城墙下方缓缓升起了一道厚重的防水闸门，露出了第一道长约10米的钢铁隔离区。谢谢峰哥，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林婉眼中闪过一丝狂喜，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与鄙夷。他手忙脚乱地发动快艇，一头扎进了隔离区的水道里，随后顺着金属爬梯迅速爬上了隔离区的平台。哐当，他刚一上岸，身后的外部钢铁闸门便轰然落下，将外面狂暴的海浪和丧尸的嘶吼声彻底隔绝。林婉长舒了一口气，贪婪地打量着四周厚重的钢铁墙壁和头顶无死角的监控探头。峰哥，我进来了，你快把里面的门打开呀，我好冷，我想抱抱你。林婉对着前方的防弹玻璃门娇滴滴地喊道，还故意拉了拉湿透的领口，露出一大片血白。我站在防弹玻璃门后，冷漠地注视着他。林婉见我迟迟不开门，眼神微微一变，他悄悄背过手，从腰间摸出了一部防水的卫星电话，手指在上面飞快地忙按了几下，那是发送坐标的快捷键。紧接着，他的另一只手从靴子里缓缓抽出了一把淬着幽蓝色毒液的军用匕首，藏在身后。峰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怪我之前上了周浩的船？林婉继续卖惨，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我是被逼的，他拿枪指着我，我不走他就会杀了我。峰哥，你快开门，只要你让我进去，我以后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别演了，林婉，我终于通过广播开口
口了，你刚才用卫星电话把蓝月岛的坐标发给周浩了，还有你手里那把涂了见血封喉毒药的匕首，是准备等我开门抱你的时候直接扎进我的心脏，对吗？此话一出，林婉的哭声戛然而止，她脸上的楚楚可怜瞬间僵住，瞳孔剧烈收缩，不可置信地看着防弹玻璃后的你怎么会知道？林婉彻底慌了，她不明白自己天衣无缝的伪装怎么会被我一眼看穿。我怎么知道？我冷笑一声，眼神中爆发出滔天的恨意。我不仅知道你现在的算计，我还知道，如果在没有防御的城市，你会为了讨好周浩，毫不犹豫地打断我的手脚，把我一脚踹进丧尸群里，看着我被活活咬死。林婉吓得倒退了2步，脸色惨白如纸。她虽然听不懂我说的前世，但她从我身上感受到了那种实质般的恐怖杀意。陈峰，你疯了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林婉见伪装被撕破，索性露出了獠牙，恶狠狠地威胁：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装了。周浩的重装雇佣兵舰队就在附近，最多3天就会抵达。你最好现在乖乖把门打开，把这座岛和物资交给我，等浩哥来了，我还能留你一条全尸。留我全尸？我忍不住仰天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讥讽与快意。林婉啊林婉，你真以为这座岛是你能染指的？你真以为我放你进隔离区是为了听你放狠话的？缓缓抬起手，放在了控制台一个红色的骷髅头按钮上。你想干什么？林婉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她疯狂地扑向防弹玻璃，用匕首拼命敲打。陈峰，你不能杀我，杀人是犯法的。我错了，我脱衣服，我陪你睡，求求你放我出去。她一边尖叫，一边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企图用身体做最后的挣扎。带着你的虚伪和恶毒，下地狱去向那些被你害死的人忏悔。我面无表情地按下了红色按钮，咔嗒，林婉脚下的钢铁底板突然向2边裂开，伴随着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林婉整个人瞬间失去了支撑，直直地坠入了隔离区下方深达10米的黑暗地堡中。后地堡底部几只我特意圈养、已经饿了整整3天的丧尸，闻到新鲜血肉的味道，瞬间发出了兴奋的狂吼：滚开，别碰我，我的腿！陈峰，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撕咬声和骨头断裂的声音从下方传来，林婉的惨叫声仅仅持续了不到半分钟，便彻底化为了一滩血肉模糊的死寂。我站在玻璃门后，看着下方那惨烈的画面，心中压抑了整整1世的戾气，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烟消云散。我操控着隔离区顶部的机械臂，将林婉掉落在平台上的卫星电话加了上来，随后打开了高温火焰喷射器，将下方的丧尸和残骸一把火烧成了灰烬。拿过卫星电话，我翻看了一下里面的通讯记录，果然周浩那个富二代不仅没死，还靠着家族的财力，在公海上集结了3艘重型武装游艇和几10名全副武装的雇佣兵。坐标已收到，宝贝干得漂亮，稳住那个傻逼！舰队3天后抵达，老子要用舰载机炮轰碎他的乌龟壳，把他的物资全抢了。看着屏幕上周浩发来的最后一条短信，我的眼神逐渐变得凝重起来。舰载机炮、RPG 火箭筒，几10个杀人不眨眼的精锐雇佣兵。我转头看了一眼自己那只有1立方米的异能空间，虽然里面装满了军火，但面对这种级别的重火力强攻，仅靠我一个人和被动的钢铁城墙绝对防不住，必须在3天内让我的异能获得质的飞跃。我紧紧握住拳头，目光看向了海岛外围那片波涛汹涌、漂浮着无数丧尸与变异海兽的深海。为了守住这座10亿打造的海上乌托邦，也是时候主动出击，去猎杀那些怪物脑袋里的金河。3天，周浩的重装雇佣兵舰队只给我留了72小时的喘息时间。我站在10米高的钢铁城墙上，看着卫星电话里那条嚣张的短信，眼神冷得像冰。虽然我有1立方米装满军火的空间，但面对舰载机炮和 RPG 火箭筒这种能撕裂装甲的重火力，被动防守只有死路一条。我必须变强，强到足以打破常规火力的碾压。我转身按下按钮，乘坐电梯降落到隔离区下方的地堡。刚才林婉掉下去的地方，只剩下几具被火焰喷射器烧得焦黑的丧尸残骸。我戴上防毒面具，拿着一把工兵铲，准备清理这堆恶心的灰烬。咔嚓！突然，工兵铲似乎铲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我拨开一具丧尸焦黑的头骨，在里面发现了一枚只有指甲盖大小、浑浊且散发着微弱红光的晶体。这是什么？我捡起那枚晶体，刚一接触皮肤，一股极其微弱但纯粹的能量瞬间顺着指尖钻进了我的体内。我的大脑猛地一阵清明，那原本只有1立方米的异能空间，竟然极其微小的颤动了一下。丧尸脑子里有晶核，而且吸收它能提升异能。我狂喜出声。随着那股能量彻底融入身体，我突然感觉掌心有些发痒。我下意识地看向掉落在地上的那把工兵铲，就在我视线聚焦的瞬间，那把精钢打造的工兵铲竟然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后在没有外力接触的情况下，铲头诡异地向内弯折了大约5度。金属掌控，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竟然因为吸收了这枚晶核，觉醒了极其罕见的第2异能。虽然目前这异能弱得可怜，只能勉强弯折一下金属薄片，但如果我能吸收成百上千枚晶核，如果我能瞬间操控几10米外的枪械和子弹，想到这里，我的血液瞬间沸腾了。3天时间，我要把这片海域的丧尸杀绝。我立刻冲回别墅，搬出了10几箱冷鲜库里存放的猪血和动物内脏，又叫上了正趴在沙发上打盹的大黄。大黄，干活了，今天带你吃海鲜大餐。哇！大黄兴奋地摇着尾巴。我带着大黄来到了海岛侧面一片地势平缓、没有高压电网覆盖的浅滩礁石区，这里是我特意留下的狩猎场。意念微动，我直接开启了那1立方米的异能空间。唰，光芒一闪，几大桶从冷库里提前装好的腥臭猪血和动物内脏，瞬间凭空出现在我脚边的礁石上。有了这神级空间的辅助，在末世里搬运重物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拎起塑料桶，毫不犹豫地将它们一桶接一桶地倾倒在浅滩上，刺鼻的鲜血瞬间染红了海水。不到10分钟，海面上就开始剧烈翻滚，咕噜噜。
伴随着令人头皮发麻的低吼声，几十只浑身泡得惨白、眼珠暴突的水鬼丧尸顺着血腥味疯狂地从深海区朝着浅滩爬来。来得好！我躲在礁石后，念一动，一把装了消音器的 M41突击步枪从1立方米的空间里出现在我手中，枪火喷吐，精准的爆头，十几只冲在最前面的丧尸瞬间倒下，黑色的血液染黑了沙滩。大黄上！我一声令下，大黄如同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他动作极其敏捷，避开丧尸的爪子，一口咬碎一只丧尸的喉咙，随后熟练地用爪子扒开丧尸的脑袋，将里面浑浊的金核叼出来，飞快地跑回我身边。好狗！我摸了摸大黄的脑袋，直接将那枚金核握在手中吸收，1枚、10枚、30枚。随着大量低级金核的能量涌入体内，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的空间异能正在一点点变大，而对金属的感知力也越来越清晰。就在我杀得兴起，准备吸收第40枚金核时，异变突生，浅滩深处的海水突然剧烈炸开，一只体型堪比小轿车、浑身长满坚硬甲壳的变异巨型海蟹，挥舞着2只犹如液压剪般的巨大蟹钳，冲出了水面。变异海蟹发出刺耳的嘶鸣，一钳子直接将旁边2只丧尸夹成了肉泥，随后猩红的小眼睛死死盯住了我。见鬼！末世才爆发几天，海洋生物就变异到这种程度？我暗骂一声，抬起 M41对着海蟹的眼睛就是一梭子，叮叮当当，子弹打在它坚硬的甲壳上，竟然全部被弹开，只留下几道白印。变异海蟹被激怒了，它8条腿猛地发力，朝我碾压过来，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我的预判。千钧一发之际，大黄狂吠一声，竟然毫不畏惧地冲上去，一口咬住了海蟹的一条腿。海蟹吃痛，巨大的钳子一甩，直接将大黄甩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礁石上。大黄！我双眼瞬间赤红，看着海蟹那足以将我拦腰剪断的巨钳当头劈下，我根本来不及躲避。在这生死一线间，我体内的肾上腺素狂飙，刚刚吸收的几十枚金核能量在脑海中瞬间引爆。给我停下！我死死盯着海蟹挥舞的那只巨钳，双眼几乎瞪出血丝，将新觉醒的金属掌控异能催动到了极致。我掌控的不是海蟹，而是我刚才打出去散落在它甲壳周围的那些金属子弹头。奇迹发生了，10几颗变形的铜壳子弹头在半空中诡异地停滞了一瞬，随后在我的意念操控下，瞬间改变了弹道。10几颗子弹头直接从变异海蟹甲壳连接处的柔软缝隙中狠狠扎了进去，直刺它的大脑中枢。变异海蟹发出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巨大的身躯猛地僵硬，随后轰然倒塌，溅起漫天水花。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已经被冷汗湿透。成了！我竟然在实战中完成了金属弹道的改变。我强忍着脱力的虚弱，快步走到海蟹的尸体旁，用工兵铲费力地撬开它的脑壳，里面赫然躺着一枚足有鸽子蛋大小、散发着浓郁蓝光的高阶金核。我毫不犹豫地将其握在手中，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能量瞬间冲刷过我的四肢百骸。当光芒散去，我惊喜地发现我的空间异能直接暴涨到了3立方米，而我的金属掌控范围也扩张到了20米，不仅能改变子弹轨迹，甚至能轻易扭曲大拇指粗细的钢筋。汪呜！这时大黄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虽然被甩飞，但田园犬的体质极其亢奋。他看着地上海蟹的尸体，馋得口水直流。吃吧，这是你应得的。我切下一大块变异海蟹最肥美的蟹钳肉扔给大黄，大黄狼吞虎咽地吃下。肉眼可见的，它的体型竟然再次膨胀了一圈，原本枯黄的毛发变得坚硬，隐隐透着一股凶悍的灵兽气息。好样的！我摸了摸大黄的头，抬头看向漆黑的海面。第3天清晨，海平面的尽头已经隐隐出现了3艘庞大的黑翼，周浩的重装武装游艇舰队来了。我冷笑一声，意念一动，将那3立方米的空间全部塞满了我拔掉保险销的破片手雷，以及3把上好膛的重机枪。这就是我为他们准备的无限火力。地狱，来吧，杂碎们！这座岛就是你们的坟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撕裂了海平面的浓雾，但带来的却不是希望，而是令人窒息的杀机。伴随着刺耳的汽笛声，3艘长达30多米的重型武装游艇成品字形将蓝月岛的正门海域死死封锁。我站在核心堡垒的监控室里，死死盯着屏幕。主游艇的甲板上，周浩穿着一身骚包的白色西装，手里端着一杯香槟，正搂着2个衣着暴露的女人放肆大笑。在他身后，足足站着40-50个全副武装、满脸横肉的雇佣兵，清一色的美式装备，甚至还有几个人扛着 RPG 火箭筒。最要命的是，那3艘游艇的船手竟然全都临时改装，加装了双联装的重机枪。陈峰，你个缩头乌龟，给我滚出来！周浩嚣张的声音通过游艇上的高音喇叭，震得海面都在发颤。婉儿那个贱货的定位最后消失在你的岛上，你把他怎么了？不过无所谓了，老子今天来就是要轰碎你这破乌龟壳，把你囤的物资全接管了。识相的，自己跪着爬出来舔老子的鞋底，我还能赏你1颗子弹痛快点。我冷笑一声，根本懒得搭理这个蠢货，只是默默拉开了手里2把加特林重机枪的枪栓。舰岛上毫无反应，周浩感觉自己被无视了，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给脸不要脸！1号艇，给我靠过去，先用 C4把他的大门炸开。是，老板。左侧的一艘武装游艇立刻脱离编队，马力全开，嚣张地朝着蓝月岛的钢铁闸门冲来。甲板上的几个雇佣兵甚至已经掏出了炸药包，满脸狞笑。看着监控画面，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30米、20米，撞吧，杂碎们！就在那艘游艇距离闸门还有15米的时候，船底突然传来一声金属撕裂巨响，游艇就像是高速行驶中撞上了一堵无形的铁墙，整个船尾猛地翘起，随后船舱底部被瞬间撕开了一条长达数米的巨大豁口。怎么回事？触礁了！这里怎么会有暗礁？游艇上的雇佣兵惊恐的大吼，他们根本不知道，就在昨晚，我利用升级后的金属掌控异能，将海底无数废弃的钢铁扭曲成了极其锋利的金属刀子，死死焊在了浅水区的礁石上。海水疯狂倒灌，那艘游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倾斜下沉。救命！船要沉了，快跳水！甲板上的10几个雇佣兵惊慌失措地跳进了冰冷的海水中。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救援，而是地狱。哗啦啦！昨天被我用猪血吸引过来，一直徘徊在附近海域的变异丧尸鱼群和
水鬼丧尸闻到了落水者散发的活人气息，瞬间涌了上来。什么东西咬我？我的腿！救命啊，老板！凄厉到极点的惨叫声响彻海面，清澈的海水瞬间被染成了触目惊心的暗红色。十几个精锐雇佣兵连枪都没来得及开几下，就被密密麻麻的变异生物拖入水底，活生生撕成了碎片。操！这岛周围有怪物！开火！给我开火，轰碎那扇门！周浩看到这一幕，吓得脸色惨白，手里的香槟杯直接捏碎，歇斯底里的咆哮起来。剩余2艘游艇上的重机枪瞬间喷吐出半米长的火势，密集的子弹砸在蓝月岛的钢铁城墙上，溅起漫天火花。紧接着，3发 RPG 火箭弹拖着长长的尾焰，狠狠轰在了正门的钢铁闸门上，地动山摇。哪怕是半米厚的特种钢板，在连续几发 RPG 的贴脸轰炸下，也终于承受不住。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金属扭曲声，10米高的钢铁闸门被硬生生炸出了一个直径2米的巨大缺口。门破了，冲进去，杀光里面的人！雇佣兵头目怒吼一声，20多个亡命之徒立刻换成冲锋舟，顶着硝烟强行登陆，冲进了海岛的第一道防线。大黄，躲好，看我给他们变个魔术！我深吸一口气，从监控室的暗道直接滑落到第一道防线的掩体后方。砰砰砰！3个雇佣兵端着步枪，小心翼翼地搜索着走廊。我从掩体后探出身子，但我的手里什么都没拿。在呢，他没枪，打死他！雇佣兵大喜，立刻扣动扳机。就在他们开枪的瞬间，我意念一动，那3立方米的空间瞬间开启，唰，2把早就上好膛，甚至连保险都处于激发状态的乌兹冲锋枪凭空出现在我双手中，狂暴的火力瞬间倾泻而出。那3个雇佣兵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被扫成了马蜂窝。打空弹匣的瞬间，我根本不换弹，意念再次一闪，手里的空枪消失，取而代之的是2颗已经拔掉保险销的破片手雷。我随手将手雷扔进拐角，轰轰，又是几声惨叫，几个准备包抄的雇佣兵被炸得血肉模糊。见鬼，这小子的火力怎么源源不断？他把军火库搬在身上了吗？雇佣兵头目躲在掩体后，吓得亡魂皆冒。这种空间切枪的战术，在狭窄的地形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还没完呢，我眼中杀机爆闪，将金属掌控异能催动到极致。走廊地上散落的10几把雇佣兵掉落的匕首和军刺，在我的意念操控下悬浮在半空中，去扑哧扑哧，10几把金属利刃如同长了眼睛的毒蛇，在20米的范围内疯狂穿梭，扎进那些躲在掩体后的雇佣兵的咽喉和眼眶。怪物，他是异能怪物，撤退！残存的几个雇佣兵彻底崩溃了，连滚带爬的往缺口外逃去。就在一个雇佣兵举枪准备朝我扔手雷的瞬间，一道黄色的闪电猛地从旁边的阴影中窜出，是大黄。吸收了变异海蟹血肉的大黄，此刻体型犹如一头小牛犊，浑身黄毛如钢针般倒竖。他张开血盆大口，一口死死咬住了那个雇佣兵的喉咙，猛地一撕，那人连惨叫都没发出就倒在了血泊中。干得漂亮，大黄！我大笑一声，正准备乘胜追击，将这群杂碎彻底杀光。然而就在我冲出掩体，暴露在缺口视线内的瞬间，陈峰，给我死！游艇甲板上彻底陷入疯狂的周浩，竟然亲自推开机枪手，握住了那台双联装舰载重机枪的握把，哒哒哒哒哒哒，恐怖的重机枪子弹扫过海滩。我面前的一块半米厚的钢板掩体，在重机枪的扫射下如同纸糊一般被撕裂。不好，我头皮发麻，一个飞扑抱着大黄死死滚进了核心堡垒的射击死角，头顶的防弹玻璃和钢板被打得火星四溅，碎屑横飞。我被彻底压制在了死角里，连头都抬不起来。操！我咬着牙，试图用金属掌控去扭曲那台重机枪的枪管，可是我绝望的发现，我的异能极限只有20米，而周浩的游艇停在距离我足足50米外的海面上。哈哈哈！陈峰，你不是狂吗？你出来啊！周浩癫狂的笑声穿透炮火传来，老子的弹药有的是，我看你能在那个死角里躲多久？等老子把你这堡垒拆了，我要把你剁碎了喂狗！子弹如雨点般倾泻，我身后的掩体正在被一层层剥离。空间里的弹药虽然充足，但我根本扔不到50米外的海面上。异能射程的致命限制让我瞬间陷入了十死无生的绝境。我死死蜷缩在核心堡垒外围一处仅剩的半米厚特种钢板后方，头顶的防弹玻璃早已经布满惨白的蜘蛛网裂，每一发大口径穿甲弹砸在掩体上，都震得我五脏六腑一阵翻江倒海。操！我狠狠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看了一眼空间里所剩无几的弹液。陈峰，你刚才杀我手下的本事呢？出来啊！周浩癫狂的叫嚣声伴随着枪炮声不断传来，掩体马上就要被打穿了，老子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没有这块钢板硬。绝望如同潮水般蔓延，难道重活一世，囤了10亿物资，建了钢铁堡垒，最后还是要死在这个蠢货富二代的手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海面异变突生，刚才那些落水雇佣兵和丧尸鱼群疯狂厮杀留下的浓烈血腥味，终于引来了这片海域真正的深海霸主。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头体长超过10米，浑身长满黑色骨刺的变异大白鲨，犹如一枚重型鱼雷般猛地跃出水面。它那长满数排剃刀般獠牙的血盆大口，狠狠一口咬在了周浩所在的那艘主游艇侧舷装甲上。金属扭曲声响起，整艘30多米长的游艇在变异大白鲨恐怖的怪力下，竟然剧烈倾斜了将近30米。什么鬼东西！救命！游艇甲板上的雇佣兵和民员们瞬间摔作一团，尖叫连连。开火！别管岛上，给我打死这条臭鱼！周浩吓得魂飞魄散，立刻调转重机枪的枪口，对着近在咫尺的变异大白鲨疯狂扫射。哒哒哒哒哒！剩余的雇佣兵也纷纷扛起 RPG， 对着大白鲨的脑袋扣动扳机。轰轰！在绝对密集的重火力集火下，哪怕是变异大白鲨也扛不住。漫天血雨夹杂着碎肉从半空中洒落，大白鲨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巨大的身躯重重地砸落回浅水区，彻底没了动静。而就在它头颅被炸碎的瞬间，一枚足有婴儿拳头大小、通体散发着璀璨紫金色光芒的高阶晶核，咕噜噜地滚落在了距离海岸线不到5米的浅滩礁石上。高阶晶核！我躲在掩体后，透过缝隙死死盯着那枚紫金色的晶体，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直觉告诉我，只要吞下那枚晶核，我的异能绝对能迎来质的飞跃。可
是他距离我足足有30米，而且那片浅滩完全暴露在周浩重机枪的无死角射界之内。老板，你看那是什么？那怪物脑袋里掉出来一块发光的石头。游艇上，一个眼尖的雇佣兵指着浅滩大喊。周浩虽然不知道金河是什么，但他贪婪的本性立刻发作，肯定是好东西。快放下冲锋舟，给我把它捞回来，不能让他们拿到。我双眼赤红，握紧了手里的冲锋枪，准备拼死冲出去。但我心里很清楚，以我的速度，冲出去的瞬间就会被打成筛子。看似近在咫尺的希望，实则是十死无生的绝命陷阱。汪呜！就在我陷入极其痛苦的挣扎时，一直趴在我脚边的大黄突然站了起来。他那双原本清澈的狗眼，此刻竟然闪烁着极其人性化的决绝。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用湿漉漉的舌头舔了舔我满是硝烟的手。大黄，你想干什么？回来！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然而还没等我伸手去抓他，大黄已经冲出了掩体的保护圈，直奔30米外的那片死亡浅滩。那小子的狗跑出来了，打死他！游艇上的雇佣兵立刻发现了大黄，纷纷举枪射击。密集的子弹打在大黄周围的沙滩上，溅起一团团沙柱。大黄虽然吸收过变异海蟹的血肉，体型变大，速度极快，但他终究是血肉之躯。他在枪林弹雨中疯狂地走位躲闪，眼神死死锁定着那枚紫金色的金河。大黄，回来！我嘶吼着探出半个身子，举起冲锋枪对着游艇疯狂扫射，企图为他吸引火力。就在大黄一口咬住那枚高阶金河的瞬间，一发榴弹无情地击穿了他的后腿。大黄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身子在沙滩上剧烈地翻滚了几圈，鲜血染红了金色的沙子。哈哈哈！一条死狗也敢出来抢东西！周浩狂妄的大笑，再次调转重机枪，给我把他轰成渣！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大黄，我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捏碎，前世被丧尸活生生撕裂的痛楚都不及此刻1/1000。就在我以为大黄必死无疑的瞬间，奇迹发生了，大黄竟然强忍着后腿被贯穿的剧痛，用仅剩的3条腿猛登顶，拖着一条长长的血迹，以极其恐怖的求生欲，硬生生的在重机枪开火的前1秒窜回了掩体的死角。砰！大黄重重的撞在我的胸口，他浑身是血，后腿的骨头茬子都露了出来。他虚弱的张开嘴，哈嗒一声，将那枚沾满他鲜血和口水的紫金色金河捂在了我的掌心。随后，大黄呜咽了一声，脑袋一歪，彻底昏死在我的怀里。大黄，大黄！我颤抖着手摸着他渐渐冰冷的身体，眼泪瞬间模糊了视线。前世林婉为了活命将我推入丧尸群，今生一条狗为了让我活命，顶着枪林弹雨为我抢回了破局的希望。人类的贪婪与恶毒，在这一刻被一条中华田园犬的忠诚击得粉碎。周浩，我缓缓抬起头，双眼已经变成了一片骇人的猩红，一股毁天灭地的暴虐杀意从我的灵魂深处轰然爆发。我毫不犹豫地将那枚紫金色的高阶金河塞进嘴里，一口吞下。轰！金河入腹的瞬间，一股狂暴的能量直接在我的4肢百骸中炸开。啊！我痛苦的仰天嘶吼，浑身的血管根根暴起，皮肤甚至渗出了细密的血珠，但这股撕裂般的痛苦却远不及我心中杀意的1/1000。我的基因在疯狂重组，脑海中的精神力如同核裂变一般，以几何倍数疯狂膨胀。我脑海中那原本只有3立方米的异能空间，被狂暴的能量撑开，直接暴涨到了整整10立方米。更恐怖的是，我感觉自己的精神触角向着四面八方疯狂席卷而去，20米、50米、100米、200米，直到将海面上那2艘游艇彻底笼罩在内，这股精神风暴才堪堪停止。金属掌控，200米绝对领域，开启！我缓缓从血泊中站起身，将昏死的大黄小心翼翼地放在掩体后方。我迎着满天的硝烟，一步一步走出了掩体的死角，彻底暴露在周浩的枪口之下。陈峰，你他妈终于舍得出来送死了！周浩看着浑身是血的我，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残忍的狂笑，给我开火，把他打成肉泥！我站在原地，没有躲避，也没有掏枪，我只是看着50米外的周浩，如同看着一个死人，缓缓抬起了沾满鲜血的右手，虚空一握，死！随着我冰冷到一个字吐出，50米外游艇甲板上的周浩彻底陷入了癫狂，装神弄鬼，老子把你轰成肉泥！开火！周浩死死扣住双连装重机枪的扳机，2到半米长的炽热火舌瞬间喷吐而出。与此同时，剩余的10几个雇佣兵也端起突击步枪，对着毫无掩体的我疯狂扫射。然而下一秒，让所有人肝胆俱裂的诡异画面出现，那些足以撕裂钢板的重机枪穿甲弹、突击步枪子弹，在距离我身体仅仅只有1米地，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且绝对坚不可摧的空气墙。成百上千颗高速旋转的黄铜弹头就那样悬停在我的面前，摩擦着空气，发出令人牙酸的嗡嗡声，却再也无法寸进分毫。这怎么可能？周浩脸上的狂笑瞬间僵住，眼珠子都快瞪出来。怪物，他连子弹都能挡住！雇佣兵们吓得魂飞魄散，连手里的枪都拿不稳了。打完了吗？我缓缓抬起头，双眼中闪烁着暴虐红光。吞噬高阶金河后，我脑海中的精神力已经化作了一片200米范围的绝对。现在该我了！我虚空握紧的右手猛地向外一挥，悬停在我面前的无数弹头瞬间失去动力砸落在地。但紧接着，整个战场上散落的成千上万枚弹壳、炸裂的钢板碎片，甚至雇佣兵们掉落的匕首，都在我那恐怖的精神风暴下剧烈的颤抖起来。伴随着一声刺耳的音爆，无数金属碎片瞬间腾空而起，化作一场绞杀一切的金属风暴，以比子弹还要快数倍的速度，朝着海滩和游艇席卷而去。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云霄，那些刚刚还嚣张跋扈的雇佣兵，在这场无死角的金属风暴面前，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的防弹衣被瞬间撕裂，身体
体被无数金属碎片洞穿，化作一团团爆开的血雾。仅仅3秒钟，岸上的雇佣兵全军覆没，残肢断臂散落一地。不要杀我！快开船，快逃啊！游艇甲板上，周浩吓得裤裆瞬间湿透，连滚带爬的往驾驶舱跑去。逃？你以为你逃得掉吗？我站在原地，冷酷地看着那艘正在疯狂倒车的重型武装游艇，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张开，遥遥对准了50米外的庞然大物。给我碎！我的五指像掌心狠狠一捏。在周浩极度惊恐的目光中，那艘长达30多米、由特种合金打造的武装游艇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悲鸣，游艇两侧的装甲就像是被2只看不见的深海巨手死死捏住，硬生生的向内疯狂挤压，甲板断裂，台双联装重机枪直接被扭成了麻花了，整个船体在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扭曲声中瞬间崩塌解体，游艇的油箱被挤爆，一团巨大的火球冲天而起。我眼神一寒，意念微动，一根散落在沙滩上的锋利钢筋瞬间如标枪般射出。周浩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那根钢筋精准地贯穿了他的右肩锁骨，巨大的惯性带着他直接飞出了水面，重重地砸在我的脚下，一脚踩在他那张沾满血和海水的肥脸上。陈峰哥，爷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我有钱，我家族有上百亿的资产，全都给你。游艇上还有几个极品女明星，也全都给你，只要你留我一条狗命。100亿资产，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周浩，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个世界。末世里，你的100亿资产连给我擦鞋都不配。我没有立刻杀他，而是右手食指轻轻一勾，地上散落的10几枚锋利的金属刀片缓缓升起，如同手术刀般悬停在周浩的身体上方。不要！在周浩绝望到极点的嘶吼声中，金属刀片化作残影，开始了最残酷的凌迟。我冷漠的一脚将他的残骸踢进海里，瞬间被闻着血腥味赶来的丧尸鱼群吞没。前世的血海深仇彻底清算完毕，我深吸了一口气，收敛了浑身的暴虐气息，转身快步跑回掩体后方。大黄依然静静地躺在血泊中，呼吸微弱到了极点。大黄，撑住！我立刻开启那暴涨到10立方米的异能空间，取出最高级别的止血喷雾和抗生素，处理了他的贯穿伤后，我毫不犹豫地将空间里剩下的几10枚低级晶核全部掏了出来，一股脑地塞进大黄的嘴里。奇迹再一次降临，随着几10枚晶核的能量在他体内化开，大黄后腿那个恐怖的血洞竟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愈合。不仅如此，他的体型再次迎来了疯狂的暴涨，伴随着骨骼生长的爆响，大黄从我的怀里站了起来。此刻的他体型已经庞大的犹如一头成年的非洲雄狮，他原本黄色的毛发彻底蜕变，化作了坚硬鬃毛，四肢粗壮如柱。他不再是一条普通的中华田园犬，而是一头真正浴火重生的末世变异战犬。大黄仰起头，对着海平面发出一声震动九霄的咆哮，恐怖的灵兽威压瞬间席卷四周，原本还在浅水区的丧尸鱼群吓得瞬间潜入深海。哈哈哈，好兄弟！我激动的一把抱住大黄粗壮的脖子，危机解除，我站起身，意念一动，200米内的金属掌控异能全开，海面上那2艘沉没的游艇残骸，岸上的枪支碎片，在我的操控下纷纷拔地而起，如同融化的铁水一般，被我强行修补，融合进了蓝月岛被炸毁的钢铁大门中。就在我打扫战场，从周浩残缺的尸体衣物中翻找出一个防水的军用通讯箱时，通讯箱的指示灯突然闪烁了一下，我眉头一皱，按下播放键，一段经过加密的语音在沙滩上突兀的响起：周浩，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老子让你去探路，你竟然把先锋舰队折进去了。听着，蓝月岛那个天然防空洞对我们东海财阀至关重要，我已经亲自集结了家族主力，3艘搭载退役舰炮的重型护卫舰和300名精锐，最多5天就会抵达。不管岛上是谁，给我死死咬住他，等主力一到，我要把他轰成渣。语音戛然而止，是一个中年男人暴怒的声音，显然这是周浩的父亲，东海财阀的真正掌舵人。重型护卫舰，退役舰炮。我站在修复一新的钢铁城墙下，听着这段足以让任何幸存者绝望的死亡通牒，嘴角却缓缓勾起了一抹冰冷至极的弧度。我没有恐惧，反而感觉到体内的血液在疯狂燃烧。5天是吧？很好。我拍了拍身旁犹如雄狮般的大黄，看着远方波涛汹涌的深海，眼中闪过一丝嗜血的光芒。正愁刚才没杀过瘾，既然你们上赶着来送死，那就让我看看是你们的舰炮硬，还是我的杀招更狠。5天时间转瞬即逝，这5天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周浩那个蠢货的死，只是这场末世狂欢的开胃菜，真正的硬仗是即将抵达的那3艘搭载退役舰炮的重型护卫舰。常规的轻武器对那种级别的装甲根本就是挠痒痒。我站在蓝月岛的沙滩上，看着脚下深邃的海洋，大脑飞速运转，必须把防御做到极致，同时开发出能一击必杀的底牌。我深吸一口气，将那扩张到200米范围的金属掌控异能催动到了极限。气！伴随着我一声怒喝，蓝月岛周边海域的海水剧烈翻滚，无数原本沉睡在海底的废弃沉船残骸、集装箱铁皮，甚至是我之前扔进海里的游艇废铁，全都在我恐怖的精神力拉扯下，如同融化的铁水般汇聚变形。一根根长达10米、粗如大腿的锋利金属尖刺破水而出，死死地焊在了海岛外围的暗礁上。这些尖刺密密麻麻，将蓝月岛的浅水区彻底封死。不仅如此，我还在水下10米的位置拉起了无数道由高强度钢索凝成的金属绊马索。任何想要强行靠岸的船只，只要敢闯入这片海域，船底绝对会被瞬间撕成碎片。物理海防布置完毕，接下来就是最核心的杀招。我回到地下防空洞的军火
库，看着那满满一墙的炸药，陷入了沉思。我的空间异能现在有整整10立方米。前几天在清理战场时，我突然发现，空间不仅能用来存放死物，它内部的时间和气压是绝对静止且受我掌控的。如果我把极度不稳定的爆炸物和高压破片强行塞进空间，然后在贴脸的瞬间释放出来呢？这个疯狂的念头一出现，就再也遏制不住。我立刻动手，将整整200公斤的高爆 C4 塑胶炸药全部拆解，混合着上万颗淬了毒的金刚滚珠，死死的压缩，打包成一个极其危险的复合炸弹。我拔掉雷管的保险，在炸药即将引爆的0.01秒，意念猛地一闪，唰，这团足以把半座山头夷为平地的恐怖能量，瞬间被我收进了异能空间中，被彻底定格在了爆炸前的一瞬间。成了！我看着空间里那团静止的毁灭能量，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冷笑。只要我开启空间，这团被极限压缩的爆炸威力就会瞬间释放，这可比什么 RPG 猛多了。就叫你空间爆弹吧，这就是我为财阀护卫舰准备的终极底牌。而在我疯狂备战的这几天里，大黄也没有闲着。进化为变异战犬后，大黄的肺活量和水下战斗力恐怖的令人发指。他每天都会潜入深海，疯狂猎杀那些初级变异的海兽。哗啦，海面破开，大黄嘴里叼着一条体长3米的变异虎鲨尸体跃上沙滩。他熟练地用爪子拍碎虎鲨的脑，将一枚散发着微光的晶核舔进嘴里，随后将剩下的几枚低级晶核吐在我脚边，摇着尾巴邀功，干得漂亮，好儿子！我笑着摸了摸他坚硬如铁的鬃毛，将那些晶核全部吸收。虽然低级晶核已经无法让我的异能再次质变，但却将我200米的金属掌控范围和精神力锤炼得无比凝实。第5天夜，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犹如厚重的铅块般压在蓝月岛的上空。一场规模罕见的末世台风提前降临了，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夜空，照亮了监控室里我那张冷峻的脸。滴滴滴，雷达屏幕上3个巨大的红点正顶着12级台风排成一线，杀气腾腾地朝着蓝月岛的坐标逼近。终于来了！我眼中杀机一闪，但紧接着旁边连接着深海声呐探测器的屏幕突然发出了极其刺耳的尖笑声。我猛地转头看去，瞳孔骤然一缩，在雷达上那3艘护卫舰的后方，声呐屏幕上竟然出现了一大片密密麻麻犹如深海血云般的恐怖红斑。这是变异海兽潮！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显然，财阀舰队那3艘重型护卫舰庞大的引擎轰鸣声，在这寂静的末世深海中，犹如一盏明灯，竟然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变异海兽尾随。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我瞬间反应过来，立刻按下了中控台的总闸。啪！整个蓝月岛的所有探照灯、灯塔，甚至是微弱的电子信号发射器，在这一刻全部切断。在漆黑的台风夜里，蓝月岛彻底变成了一座隐形的幽灵岛，完美的融入了狂风暴雨之中。大黄，安静！我拍了拍大黄的脑袋，一人一狗如同蛰伏在暗处的顶级掠食者，冷冷地注视着远方的海面。15分钟后，3艘庞大的重型护卫舰破开巨浪，终于抵达了蓝月岛的近海边缘。老板，雷达显示目标就在这片海域，但是岛上的灯光全灭了，台风太大，红外线根本扫不到准确位置。旗舰的驾驶舱内，大副焦急的向一个满脸横肉、眼神阴鸷的中年男人汇报，此人正是东海财阀的首脑周浩的父亲周正豪。灭灯装死，杀了我儿子，以为躲在乌龟壳里就没事了。周正豪双眼赤红，一拳砸在控制台上，找不到准确位置就给我盲轰。主舰炮准备，装填高爆弹，给老子把那坐岛的地霹雳一遍。是。随着指令下达，护卫舰前端那门退役的100毫米口径舰炮，在风暴中缓缓扬起了黑洞洞的炮管，震耳欲聋的炮声瞬间压过了雷鸣，一发高爆炮弹划破夜空，带着死亡的呼啸，狠狠砸在了蓝月岛外围的悬崖上。轰隆隆，地动山摇，哪怕我在地下防空洞内，也能感觉到头顶的特种钢板在剧烈震颤，大块的岩石被炸得粉碎，落入海中。后，大黄被爆炸声激怒，浑身毛发炸立，做事就要冲出去。趴下！还没到时候，我一把按住大黄的脖子，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轰轰，又是2发炮弹忙炸在海岛边缘，剧烈的爆炸不仅炸碎了礁石，恐怖的冲击波更是将浅水区隐藏的大量丧尸鱼和普通海兽震成了肉泥。浓烈的血腥味瞬间在狂风骤雨的海面上弥漫开来。这股血腥味对于一直尾随在舰队后方、处于饥饿与狂躁边缘的变异海兽潮来说，简直就是最致命的兴奋剂。大副，声呐报警，水下有大量不明生物正在高速靠近我们，数量多到无法计算。旗舰内，声呐员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什么？周正豪脸色大变，扑到窗前。下一秒，在闪电的惨白光芒下，他看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画面。旗舰右侧的海水猛地炸开，几条长达10几米、布满恶心吸盘和倒刺的巨型变异乌贼触手破水而出，死死缠住了护卫舰的舰桥。紧接着，成千上万只眼珠惨绿、长着剃刀般獠牙的丧尸狂鲨跃出海面，疯狂地撞击着舰队的装甲。不，开火！快开火！周正豪绝望的嘶吼声在风暴中被瞬间淹没。我站在黑暗的城墙上，看着远处瞬间陷入极度混乱与屠杀的财阀舰队，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狂笑。大黄，走，该我们去收割了。我站在蓝月岛隐蔽的地下水道出口，跨上一艘通体漆黑的静音快艇。大黄稳稳地蹲在船首，一双兽瞳在黑夜中闪烁着嗜血的凶光。快艇借着狂风巨浪的掩护，悄无声息地逼近了已经彻底乱成一锅粥的战场中心。300米、250米、200米。当快艇突入我那200米范围的绝对金属领域时，我猛地站起身，双眼爆发出骇人的杀机。周正豪，送你个见面礼。此时，旗舰的舰桥上，周正豪正红着眼，疯狂地指挥一门副炮，准备对海面进行无差别轰炸。开炮！给我把这些怪物全炸死！炮管喷吐出刺目的火舌，一枚高爆弹呼啸而出。就在炮弹刚刚离开炮管不到10米的瞬间，我虚空一握，那股精神力瞬间锁定了那枚高速飞行的金属弹头。给我爆！在周正豪肝胆俱裂的目光中，那枚本该射向海面的高爆弹，竟然在半空中诡异地停滞了一瞬，随后直接在距离舰桥不到5米的地方凌空引爆。恐怖的冲击波夹杂着漫天破片，瞬间将旗
旗舰的雷达塔和指挥舱的防弹玻璃轰得粉碎。我的眼睛！剑桥内顿时死伤惨重，周正豪被气浪狠狠掀飞，撞在控制台上狂吐鲜血。有异能者，他在海面上。残存的雇佣兵终于发现了我，纷纷调转枪口，但太迟了。大黄上！快艇一个极其狂野的甩尾，狠狠撞在旗舰的侧舷装甲上。大黄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四肢猛地发力，犹如一枚出膛的炮弹，直接跃上了10几米高的甲板。一头体型如狮、刀枪不入的变异战犬冲入人群，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屠杀。大黄一爪子拍碎了一个机枪手的脑袋，随后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断了另一人的脖子。与此同时，我也顺着大黄砸出的凹陷，如鬼魅般翻上了甲板，杀了他。10几个雇佣兵端着枪朝我围拢过来，我连躲都没躲，意念一动，咔咔咔，那10几个雇佣兵手里的突击步枪竟然在瞬间被一股恐怖的力量强行扭曲，枪管直接向后弯折了180度，死死对准了他们自己的脑袋。不，这不可能！雇佣兵们惊恐的想要松开扳机，但我的精神力已经替他们扣下了死亡的按键。10几朵血花在甲板上同时绽放，一地无头尸体轰然倒下。我踩着满地的鲜血和弹壳，一步步走进了残破的剑桥。剑桥内，周正豪满脸是血的瘫坐在地上。当他看清我的脸时，眼中瞬间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与怨怼。是你，就是你杀了我儿子！周正豪癫狂的大笑起来，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色的遥控器，死死捏在手里。你以为你赢了吗？老子这艘船的底舱里装了整整5吨的高能炸药，只要我一松手，咱们就一起下地狱去给我儿子陪葬！哈哈哈！同归于尽。我看着陷入疯狂的周正豪，没有一丝慌乱，反而露出了一抹极度嘲弄的冷笑。你配吗？话音未落，我意念猛地一闪，那整整10立方米的异能空间瞬间在周正豪的脚下开启。唰，那个被我用200公斤 C4 和上万颗金刚滚珠极限压缩，时间彻底定格在爆炸前0.01秒的空间爆弹，被我释放到了周正豪的脚下，直接穿透了甲板，砸进了底舱。什么东西？周正豪愣住，大黄撤！我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转身从剑桥一跃而下，在半空中一把抱住浑身是血的大黄，一人一狗直接砸入了冰冷的海水中，随后将金属掌控的防御力开到最大，死死护住全身。1秒钟后，一声远超台风雷鸣100倍的灭世巨响在海面上轰然炸开，5吨高能炸药加上我那颗极限压缩的空间爆弹，在旗舰的底舱内部同时引爆。那艘长达100米、坚不可摧的重型护卫舰，在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面前，如同纸糊的玩具一般，被瞬间拦腰炸成了2截。恐怖的火球直冲云霄，高达100米的巨浪向四周疯狂席卷。周正豪连同他那可笑的遥控器，甚至周围海域密集如麻的变异海兽群，全都在这一刻被彻底蒸发成了漫天灰烬。第二天清晨，肆虐了一夜的台风终于停歇，一轮红彤彤的朝阳跃出海平面，将波光粼粼的大海染成了金色。海面上漂浮着无数变异海兽的残骸，以及财阀舰队被撕碎的装甲。哗啦，我带着大黄破水而出，爬上了蓝月岛那道布满狰狞倒刺的钢铁防波堤。看着海面上那犹如星辰般闪烁的成千上万枚金河，以及散落的无数重型军火物资，我忍不住仰天大笑。大丰收啊！我大手一挥，200米的绝对领域全开，无数金河、枪支弹药，甚至护卫舰上残存的特种钢板，在我的操控下如同百川汇海一般，源源不断的飞向蓝月岛的地下防空洞。这一战不仅彻底覆灭了东海财阀的威胁，更让我获得了足以建立一支异能军队的恐怖底蕴。半个月后，大陆上的幸存者营地中，那些侥幸截获了财阀舰队最后通讯波段的势力，全都对那片代号为蓝月的海域噤若寒蝉。传闻中，那里有一座连重型舰炮都无法轰开的钢铁堡垒；传闻中，那里有一尊能操控金属风暴秒杀万千海兽的魔神。蓝月岛彻底成为了末世中无人敢惹的绝对禁区。我站在10米高的钢铁城墙上，迎着清晨的海风，缓缓吐出一口雪茄的烟圈。我的脚下，深达50米的地下防空洞里，堆放着10亿现金换来的无尽物资，以及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成堆高阶金河。大黄慵懒地趴在我的脚边，享受着阳光的沐浴。我低头俯瞰着这片被鲜血染红过，如今却彻底臣服于我的末世汪洋，嘴角勾起一抹从容的微笑。前世的背叛与惨死，犹如一场大梦。今生，在这崩坏的世界里，我建立起了永不陷落的钢铁王座。我陈峰就是这末世中唯一的真神。